迪士尼真人电影《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》风波不断，力邀拉丁裔女演员瑞秋·曾格勒出演白雪公主，却因白雪公主不够白被视为政治正确。白雪公主的扮相一曝光，全网再次被惊傻了。淡黄的长裙，油光的头发，心疼魔镜1秒钟。除了白雪公主，七个小矮人也陷入争议。作为小矮人群体的旗帜性人物，小恶魔比特·丁克莱杰怒骂迪士尼虚伪，痛斥这是该死的倒退。原话如下：他们很自豪地选出一个拉丁裔演员饰演白雪公主，我很惊讶，因为电影仍讲述一个白雪公主和7个小矮人的故事。对我来说，这没有任何意义。虽然某种程度上是进步的，7个小矮人住在山洞里的陈旧刻板，迪士尼在做什么？难道我以前讲的不够多吗？直言不讳为群体发声，这才是一个明星应有的模样。软骨发育不全，俗称侏儒症，发病率只有25000分之一，这是一种显性遗传病。虽然智能完全正常，但骨骼发育不良，身材极度矮小，鼻梁塌陷，脊椎弯曲，手指脚趾粗短，下肢较短且长呈 O 型腿。比特·丁克莱杰不幸中招，一出生就罹患这种病。1969年，他出生在美国新泽西州。他的母亲是一位小学音乐教师，父亲是一位保险推销员。他还有一个哥哥，父母都是正常人，但是他却患上了软骨发育不全症。5岁的时候，他双腿弯曲，不能正常走路，他不得不接受一次痛苦的双腿拉直手术，先把骨头敲断，再正骨，否则以后他就只能坐着轮椅生活。这个病也让他的身高永远停在了1.35米。虽然患病，但父母并没有对他特殊对待，这也让他觉得自己和别人没什么不同。上学之后，他才意识到自己是最特殊的那个。在学校里，他受尽歧视，别人骂他是死矮子、丑八怪，甚至还会把他拉到墙角拳打脚踢。他对身高非常介意，整个青春期都感到自卑，他不得不将自己封闭起来。那个时候，他喜欢穿一身黑色的衣服，还染上了抽烟。格格不入的性格和体型让他一次次受到同学的讥讽和嘲笑。高中的时候，这种愤怒的情绪到达了顶点，他想用自己的死去惩罚那些伤害他的人。他无数次幻想自杀，他想把自己吊死在全城最高的塔楼上，让全校的师生都哀悼，并为自己犯下的罪行忏悔。可是清醒过来，他又告诉自己，别人嘲笑我是他们的问题，又不是我的问题。所以在无数次放弃与挣扎之间，他决定带着伤痕倔强地爬起。那时候学校里有戏剧表演的机会，他就拼命争取，出演了一些舞台剧。在表演中，他感受到了久违的快乐和满足，从此他也坚定了自己要走演艺道路的决心。怀着对表演的热爱，比特考入了本宁顿学院，专心学习表演。大学时期的比特留着长长的头发，穿着花哨的衣服，这样的造型显然在学校里很显眼，但也许是出于对高中的补偿心理，他开始无所谓别人的眼光。4年后大学毕业，他来到纽约追求梦想，他想在那里拍电影，遇到好导演，早日成名。不过现实很快给了他当头一棒，根本没人找他拍戏。那怎么办？拍不了戏，写剧本总行了吧？可是根本就没人愿意采用一个初出茅庐的毕业生写的剧本，没有工作，没有收入，只有一个字：惨。开始他还住在一个又脏又破、没有暖气的小公寓，可是后来交不起房租，就被房东赶了出来。他去找生活在纽约的朋友，厚着脸皮睡遍他们的沙发，直到被所有的朋友嫌弃。但是他还剩最后一丝韧性和骄傲，他拒绝演出小丑或者精灵之类的角色，尽管这样的片酬比普通群演还要高，但他认为这是对矮人的侮辱。为了生计，他只好在惠特沃街的一家钢琴店给钢琴擦了5个月的灰，在莎士比亚学者的家里拔草和清蜂窝，在一家艺术中心给画廊挂画。整整2年，他一直都没稳定的工作。最后，他终于在一家数据处理公司做起了数据输入员，每天机械性的输入各种数据，就像一个麻木的机器人。
而这份工作他一做就是6年。他说，我讨厌这工作，但我又不能放弃，因为我如果失业就会被活活饿死。住了10年没有暖气的房子，6年都被困在了一个不喜欢的工作里。29岁的他过够了这种浑浑噩噩的日子，他决心不再做一个行尸走肉，而要做一个真正的人。他告诉自己，无论接下来会怎么生活，能不能拿到薪水，会不会居无定所，我将从现在起，无论好坏，做一个演员。当一个人义无反顾的时候，整个世界都会为他让路，属于他的机会终于来了。经朋友介绍，他在不完美的爱中得到了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角色，但这也让他获得了同一个编剧所编的电影《13个月亮》的演出机会。虽然2部电影的口碑一般，但更多的圈内人开始知道他也因此获得了一个又一个角色，从此正式展开演员生涯。不过真正使他名声大振的是2003年电影《下一站幸福》，他在这部电影中担任男主角芬巴。芬巴因为身材矮小，总是遭到周围人的嘲笑和围观。当他唯一的好友去世时，他决定远离熟悉的一切，在一个无人知道的地方独自生活，直到孤独的老去。这部电影就像他真实的生活的写照，嘲讽、屈辱、玩弄，命运总喜欢给他开一个又一个荒诞的玩笑。可是那年他已经34了，连愤怒和发火的余力都没有了。正如电影中有一句台词，正好说出了他的心声：我已经过了因为别人的看法而愤怒的年纪了。这部电影获得了巨大的成功，在当年的芝加哥影评人协会奖上提名无数，比特还凭借这个角色获得了欧伦斯独立电影节的影帝。从此他也在好莱坞立足了脚跟，片酬飙升，片约不断，真爱之吻、超完美告别、圣诞精灵、超狗任务、纳尼亚传奇、贾斯潘王子，一个个不起眼的小配角让他在好莱坞站稳脚跟。直到2011年，《权力的游戏》让他迎来了事业的巅峰。可是，一开始他却差点把《权力的游戏》给拒了。在2009年剧组筹备的时候，他就是小恶魔提利昂·兰尼斯特角色的唯一候选人。后来制片人找上他的时候，他以为是部奇幻剧，在这样的剧中，小矮人的形象通常都会被丑化，直到制作人再三保证没有大胡子，没有尖头血，他才答应接受这个角色。在《权力的游戏》里，他是亦正亦邪的小恶魔，他天生侏儒，母亲生他时难产而死，父亲以他为耻，亲姐姐更是厌恶他。他努力证明自己活着的价值，用自己的智慧挽救了君临城所有人的命。可是他最亲的人还是一次次的想弄死他。在审判大会上，小恶魔终于爆发了，他嘶吼着：我的罪就在于生而为侏儒。这段表演简直燃爆了，他把自己几十年来承受的所有委屈融入到角色中，这不仅是小恶魔的呐喊，更是比特的呐喊。也正是因为比特才演活了小恶魔。编剧乔治·马丁说，如果不是比特来演这个角色，这部剧肯定就完蛋了。瓦里斯评价小恶魔，力量就像墙上的影子，但影子却能杀人，而且即便是矮小的人物也能投射出硕大的影子。这句评语同样适用于比特·丁克莱杰。1.35米的他用无限能量让不起眼的配角闪闪发光，自己不去争辉，反倒认为主角无聊，站在一旁就可以充满魅力。他也凭借小恶魔的角色，并获得了第63届、67届艾美奖及69届金球奖最佳男配角，并且登上《滚石》杂志封面，还被《人物》杂志入选最性感的男人。连著名导演汤姆·麦卡锡都说，他是我见过的最性感的男人之一，我崇拜他。有句话说，人红是非多，这时候很多刺耳的声音也出现了。有人说他只不过是运气好罢了，他根本就不配。面对质疑，他霸气回击，我讨厌运气好这3个字，因为它贬低了我之前所有的努力。我曾蜗居在没有暖气的公寓，数着硬币过日子，演话剧没人看，在街头差点冻死。这个世界真的没有运气好，所谓的运气好，只不过是一个好机会，刚好碰上了一个努力的人。
这份好运气的背后，其实就是比特对梦想的执着，对生活的反击。因为身材的原因，很多人其实意识不到比特已经50岁了，而且他也早就结婚了。2004年的时候，他和妻子艾丽卡在剧院相识，两人志趣相投，每天都有聊不完的话题，很快感情迅速升温，发展成了情侣。但是这样关系很快遭到了艾丽卡父母的反对，他们不能接受自己的宝贝女儿嫁给一个侏儒。可是艾丽卡不顾家里反对，私奔和比特结婚。这对女高男低的组合很快吸引了大家的注意。每当1.73米的艾丽卡和1.35米的比特走在一起时，总有人戏谑，像一个母亲领着自己的孩子。可是他们毫不在意，还会在公众面前毫无顾忌地牵手拥抱，这也是两人爱的宣示。2011年，两人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宝宝。现在他们住在纽约的一个郊区，在家的后院还种了一片花园，幸福地过着不被人打扰的生活。身为一个侏儒，这是他无法选择也无法摆脱的命运。他唯一可以选择的就是不向任何人、任何事妥协。命运给了他一个矮人的皮囊，却也赐给他一个巨人的灵魂。而他也用自己的行动验证了莎士比亚的那句话：我宁愿重用一个活跃的侏儒，也不愿用一个贪睡的巨人。这个世界从来没有残缺的身体，只有打不败的斗志。没有人可以决定你的人生，只有你自己。这个身高1.35米、四获影帝的男人最有魅力的地方，正如他在一次演讲中所说：屡战屡败，屡败屡战，世界是你的，也是我的，善待每个人。最后，如果喜欢这部影片，别忘了按个赞，或是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感谢您的鼓励，我们下期再见。